我新婚第2天，婆婆就把一份协议拍在我面前，白纸黑字，标题醒目得刺眼，家庭共债分担协议。我还穿着昨天敬酒时没来得及换下的真丝睡裙，头发乱着，脑子也没完全清醒。婆婆杜桂芬坐在餐桌对面，语气那叫一个和蔼。婉乔，你别多想啊，你既然嫁进来了，就是一家人，一家人嘛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程泽创业出了点小问题，欠了40万，咱们一家人勒紧裤腰带，熬一熬也就过去了。我低头把那份协议翻了一页，上面写的可真详细。我作为长嫂兼家庭成员，自愿承担部分家庭债务，优先拿出婚前存款20万作为应急周转，婚后工资每月上交80%，由婆婆统一安排，直至债务清偿。我看完，抬头先看了看婆婆，又看了看我新婚才1天的丈夫许承安。你什么意思？许承安居然还有点不好意思，冲我笑了笑。婉乔，我妈说的也没错，程泽年纪小，创业失败情有可原，现在正是我们帮他一把的时候。再说了，钱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我差点被气笑了，我嫁的是你，不是你们全家财务部。见我不说话，婆婆继续往下说。婉乔，你别觉得委屈，我们把这事跟你摊开说，就是没把你当外人。要不是一家人，我还不好意思张这个口。我看着她慢慢点了点头。原来是这样。杜桂芬还以为我听进去了，立刻笑眯眯的接话。对啊，你能这么想就对了，女人嫁了人，心就得往婆家这边靠。你跟程安以后是要过一辈子的，小叔子好了，不也是你们家的助力吗？我差点没忍住，当场把那份协议塞他嘴里。助力？他欠债，助我什么？助我少活2年。我压着火，转头又问许承安。所以你也是这个意思？许承安比他妈会包装多了，他伸手就来拉我，语气温温吞吞的。婉乔，你先别激动，你工资高，我也有收入，咱们一起扛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再说，你婚前的20万存款放着也是放着，先应个急，后面我们慢慢挣回来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他连我婚前存款有多少都知道得这么清楚，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临时起意，他们是早惦记上了。昨天婚礼上他们看着像模像样，今天早上就图穷匕见。我忽然觉得自己不是嫁了人，是签了个什么高风险对赌协议。我把那份协议放下，语气尽量平静。我没记错的话，程泽创业是他自己的事儿吧？为什么要我这个刚进门的嫂子来分担？杜桂芬脸上的笑淡了一点。你这话就见外了，什么叫他自己的事？男人在外面打拼，家里人本来就该互相扶持。你跟程安结了婚，这个家里的事哪件跟你没关系？那要是我爸妈欠钱呢？我故意问，他几乎想都没想就接上了。那不一样，你都嫁出来了，娘家的事哪能总往小家里带？我看着他突然就笑了。很好，双标的明明白白。我拿起手机点开录音，顺手往桌上一扣。那我再确认一下，你们的意思是小叔子欠的40万，要我先出20万婚前存款，再每个月上交工资卡，跟你们一起还，是吗？许承安点头。这也是为了以后大家都好。如果我不签呢？这次杜桂芬脸彻底沉下来了。婉乔，你是个聪明姑娘，应该知道什么叫识大体。刚结婚就闹得一家人不痛快，对你自己也没好处。邻里亲戚怎么看？以后日子还过不过了？哦，开始上道德绑架了。我点点头，明白了。许承安见我语气松动，竟然真以为我被说服了，立刻坐到我身边。我就知道你最懂事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先把卡拿给妈保管，家里统一安排，这样你也省心。我盯着他。卡给妈保管？对，你婚前的20万先拿出来，剩下的我们每个月再往里补。还有你那辆车最近不是也不常开吗？实在不行先卖了，还一还。我脑子里轰一声，车也是我爸妈给我陪嫁的，合着他们连骨头都不打算给我剩。我真是长见识了。相亲那会儿，没人把许承安吹得天花乱坠，说他老实本分没花花肠子。现在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他不是没花花肠子，他是把所有心眼都用在怎么算计我身上了。我忍着没发作，只轻轻抽回被他握着的手。这么大的事，我得回家跟我爸妈商量一下。杜桂芬立马急了，这有什么好商量的？你都嫁过来了。妈，许承安赶紧拦了他一下，转头冲我笑。对，应该跟爸妈说一声，毕竟以后都是一家人，提前说开也好。我相信叔叔阿姨会理解的。我看着他那副万事尽在掌握的样子，差点笑出声。他大概觉得我爸妈会劝我忍，可惜了，他没见过我妈掀桌子的样子。我站起身，拿上包。那我先回去一趟。临出门前，我又回头冲那份协议努了努嘴。这个我先拍张照，免得回头说不清。杜桂芬脸色一变，你拍这个干什么？我笑得温温柔柔。当然是拿回去跟我爸妈一起学习学习，看看什么叫真正的一家人。说完，我开门就走。门在身后关上的那一刻，我脸上的笑彻底消失了。结婚第2天，婆家就惦记我的钱、我的车、我的工资卡。
如果不是我今天亲耳听见，我都不信有人能无耻成这样。电梯缓缓往下，我低头看了一眼手机里刚录好的音频，心里那股火反倒慢慢稳了下来。行，既然你们这么爱讲一家人，那我就陪你们好好算算这一家人的账。我刚走出单元门，许成安的信息就发了过来。晚桥，顺便问问爸妈，能不能先借10万周转一下？我盯着那行字笑了。好，更好算了。我回到家时，我妈苏曼正在厨房炖排骨，她一看见我，手里的汤勺都顿住了。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，成安呢？你俩吵架了？我爸林国成坐在阳台修花架，文生也抬头看过来。这才结婚第2天，你也吓我。我把包往沙发上一扔，鞋都没换，先深吸了一口气。我没吵架。我妈刚松了口气，我接着说，我只是差点被你女婿一家当成提款机。她手里的汤勺咣当一声掉进锅里。什么意思？我把婆婆拿协议、许成安算计我婚前存款、工资卡、陪嫁车，连带刚才发消息想借我爸妈10万的事，一字不漏说了出来。我说完后，客厅安静了足足3秒。第4秒，我妈开骂了：“他妈的，是不是脑子让门夹了？刚结婚第2天就敢伸手到我闺女兜里掏钱，还要掏我们头上来了？他们许家祖坟是着了多大的火，才急成这样？”我爸一向稳，今天也稳不住了，他把手里的螺丝刀放下，脸色沉得厉害。成安也同意。我点头。何止同意，他还主动给我规划好了，先拿我20万存款，再交工资卡，再卖车，顺便问你们能不能借10万。他说借，打算什么时候还？下辈子吗？我往沙发上一靠，抬手揉了揉太阳穴。说实话，我来的路上其实也有点堵，不是心软，是恶心。我跟许成安谈了8个月，他平时看着真挺像样，礼貌稳重，没什么攻击性。我怎么都没想到人能装得这么完整。我妈越想越气，围着客厅转了2圈，差点要去拿外套。我现在就去他们家，我看看那一家子脸有多大，装不下自己家欠的债，还敢装我闺女的钱。我爸一把把他拽住。你先坐下。我坐不住，这要不是今天露馅，往后晚桥是不是得被他们拿捏一辈子？咱们辛辛苦苦养大的闺女，是给他们全家填窟窿的。我看着他，心里那点郁气反倒散了些。还是我妈，火气永远比我还大。我拍拍她的手，妈，先别急，我不是回来哭的。她一愣，那你回来干嘛？我冲她笑了笑，回来搬刀。我爸抬眼看我，你有主意了？有一点。我把手机录音放给他们听了一遍，录音里杜桂芬那句“你都嫁出来了，娘家的事哪能总往小家里带”，听得我妈差点当场掀桌。好得很，他们家的债你就得背，我们家的事就他们无关，双标都双到姥姥家去了。我爸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问我：“你想不想继续过？”这问题很关键，我没立刻答，说一点都不难受，是假的。毕竟婚礼才办完，红包都还没拆完，结果我就得开始考虑离婚了。可难受归难受，我脑子没糊，要看他到底是愚孝还是合谋。我爸点头，那就先试一次。对，他们不是最爱说一家人吗？那咱们也讲一家人。既然结婚后要共担债务，那我爸厂房扩建时借的钱，是不是也该让许成安一起担？我妈一下就听明白了，她眼睛一亮。你是说，也给他们来一张协议？是啊，做的正式一点，额度还得比他们大，要不然不够疼。我爸笑了，那笑一出来，我就知道他也来劲了。你爸厂房没贷款，我们可以先给你造一份责任清单，就说这2年铺子周转，库房翻修，给你备婚。还得写细点，每个月怎么还，谁出多少，都得安排得明明白白。我靠在沙发上，终于舒坦了。对，越详细越好，最好把许成安每个月工资、奖金、年终奖都算进去。既然要一家人共担，那就不能厚此薄彼。我妈一拍大腿，我还得加一句，你既然娶了我闺女，就是我半个儿子，半个儿子替爸妈分担债务，天经地义。我没忍住笑出声了。妈，你这句话一说，杀伤力直接翻倍。一家3口坐在餐桌边，居然真开始认认真真写协议。我妈负责情绪表达，我爸负责文字严谨，我负责补刀。半小时后，一份婚后家庭责任共担说明新鲜出炉，上面白纸黑字写着：简林家因厂房翻修、婚礼筹备、嫁妆购置等产生家庭借款60万元。简女婿许成安既与林婉乔结为夫妻，自当视岳父母为亲生父母。简即日起，许成安每月固定承担还款7000元，逢奖金另计。简如需加速还款，可出售婚后共同使用车辆，或由许家长辈共同资助。我看完以后满意的不行。很好，非常好，特别适合讲一家人。我妈哼了一声，他不是想借10万吗？我再给他搭个台，你回去就说爸妈特别感动，觉得成安真是万里挑一的孝顺女婿，所以决定把这个家里的责任彻底摊开。我爸端起茶杯，慢悠悠补了一句：记得录音。放心，从现在开始，他们家每一句屁话我都给他们存着。刚说完，许成安电话就打来了。我爸妈同时看向我，我按下接听，还顺手开了免提。婉乔，到家了吗？他的声音一如既往温吞，好像上午那场明抢压根没发生。到了。那你跟叔叔阿姨说了吗？说了。电话那头明显停了2秒，
他们怎么说？我笑着看了我爸妈一眼。他们说你真是个难得的好男人，特别有担当。许承安语气瞬间轻快起来。真的？我差点笑出声，看把他高兴的。当然，我爸还说，像你这样结了婚就主动替老人分担债务的人，现在真不多见。那10万的事儿，别急，晚上我回去。挂断电话后，我妈乐得直拍桌子。惊喜！我看他今晚是惊死。我把那份协议装进文件袋，起身去换鞋。那我回去了。我妈立刻站起来，饭都不吃，回来再吃。先去看看他们一家能不能接住这份大礼。我走到门口时，我爸忽然叫住我。婉乔，我回头，他看着我，语气不重，却很稳。咱们家不怕丢人，真过不下去就离天塌不下来。我鼻子一酸，点了点头。知道。出了门，我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文件袋。上午他们给我塞了一张共债协议，晚上我就还他们一份更大的。我倒想看看许承安嘴里那个一家人到底能说的有多响。我刚上出租车，杜桂芬的信息也发来了。婉乔回来路上顺便买点水果，今天咱们一家人好好商量。我盯着一家人3个字笑了。行，水果我不买，我给你们带协议。我晚上回到许家时，餐桌上竟然摆了4菜1汤，红烧排骨、清蒸鲈鱼、糖醋里脊、炒时蔬，还有一锅排骨玉米汤。杜桂芬围着围裙从厨房出来，笑得一脸慈祥。婉乔回来了，快洗手吃饭，我特意做了你爱吃的排骨。我站在门口，差点以为自己走错门了。上午还恨不得把我存款都掏空的人，晚上就开始演母慈喜笑。许承安也赶紧过来接我包。累不累？爸妈怎么说？我看着他那张满是期待的脸，忍着恶心把文件袋递过去。这是我爸让我带回来的。他眼睛一亮，几乎是立刻接过去。杜桂芬也凑了过来。是不是借条？还是你爸妈把钱凑好了？我没说话，只坐下，给自己倒了杯水。看吧，果然连装都不装久一点。许承安迫不及待拆开文件袋，刚看了2行，脸上的笑就僵住了。这是什么？你看不懂吗？家庭责任共担说明啊。杜桂芬一把抢过去，看了2眼，脸都绿了。什么厂房贷款60万？什么叫承安每个月承担7000？这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？我眨了眨眼。怎么会乱七八糟呢？不是你们说的吗？结了婚就是一家人，一家人的债就该一起担。我爸妈这2年为了备婚，为了给我置办嫁妆，也借了不少钱。承安这么孝顺，肯定愿意帮忙吧？许承安的表情简直像吞了只苍蝇。婉乔，这不一样。我笑了。哪儿不一样？你爸妈是你爸妈，承泽是我弟弟。哦，所以你弟弟欠债，我得还。我爸妈借钱，你就不用管。他张了张嘴，一时间居然接不上。杜桂芬先炸了。林婉乔，你少在这偷换概念。你一个嫁出去的女儿，心还老往娘家偏，像什么话？我慢悠悠喝了口水。妈，你上午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你上午说，你既然嫁进来了，就是一家人，一家人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怎么，轮到我爸妈就不叫一家人了？他脸色一僵，我继续补刀。还是说，你嘴里的一家人，意思其实是我得把我家的钱往你家搬，但你家的人绝不能替我家担一点责任。杜桂芬当场拍桌。你这是胡搅蛮缠。胡搅蛮缠？那你上午拿协议让我签的时候，算什么？合法抢劫？空气一下子僵住了。许承安赶紧出来打圆场。婉乔，你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，我们也是想一家人把日子过好。那就签啊！我把协议往他面前推了推，不是要把日子过好吗？先从承担责任开始。你签，我立刻就签你们那份40万的。好。他愣住。真的？当然，我看着他，公平嘛。你替我爸妈担60万，我替你弟弟担40万，这样才叫一家人。杜桂芬差点一口气没上来。你做梦！凭什么让我儿子替你爸妈还债？那又凭什么让我替你儿子还债？我一句顶回去，声音也冷了。你们到底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？我嫁的是许承安，不是你们许家的融资平台。婚礼昨天才办完，今天你们就想动我婚前存款、工资卡、陪嫁车，现在还反过来问我凭什么？许承安脸上有点挂不住，小声道：你别激动，我们可以慢慢商量。慢慢商量？我盯着他，你上午把我钱怎么分，我车怎么卖，我爸妈怎么借，都安排到月了，现在轮到你自己承担，就要慢慢商量。他瞬间不吭声了，我心里发冷。其实直到这一刻，我心里还抱着最后一点侥幸，我想看他会不会说一句这事是我妈不对，哪怕一句，可他没有。他只是在衡量怎么说才能既不惹怒他妈，又尽量稳住我。说白了，我在他那里从来都不是优先项。见他沉默，杜桂芬反倒来劲了。婉乔，你别仗着刚结婚就拿乔，谁家媳妇不是这么过来的？你进了门帮着家里渡过难关，不是应该的吗？我忍不住笑出声。谁家媳妇这么过来的？你让他来我面前现身说法。新婚第2天替小叔子背40万债，还得搭上婚前存款、工资卡和车。你们这是娶媳妇还是找人扶贫？杜桂芬被我噎得脸一阵青一阵白。许承安皱着眉，终于有点不耐烦。婉乔，
你能不能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？程泽毕竟是我弟弟。那我爸妈还是我爸妈呢？我盯着他，你刚才不是说不一样吗？那你现在告诉我，到底哪儿不一样？他沉默，我替他说了。因为你从头到尾都觉得我已经嫁给你了，所以我的钱、我爸妈的钱、我的车、我的工资，默认都可以往你家倾斜。可你们家的人、你们家的责任、你们家的钱跟我无关。他脸色变了变，你别给程安扣帽子。帽子不是我扣的，是你们自己戴上的。我起身把那份协议重新装回文件袋。今天这饭我不吃了，你们什么时候愿意讲真正的公平，再跟我谈一家人？我刚要走，门突然被推开了，一个穿着潮牌 T 恤、头发抓得油亮的年轻男人晃进来，手里还甩着车钥匙。妈，今天晚上吃啥？他话说到一半，看见我顿了顿，嫂子也在呢。我转头看过去，许承泽，他比我想象中还不像个创业的，脸上那股吊儿郎当的劲儿，隔着3米都能闻出来。杜桂芬像见了救星似的，立刻告状：承泽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嫂子不知道听谁挑唆的，刚结婚就跟家里算这么清，咱们让她帮帮你，她还反过来让你哥替她娘家还债。许承泽啧了一声，瞥了我一眼：嫂子，你这就没意思了吧？嫁进来了还胳膊肘往外拐，传出去多难听。我看着他，终于明白这家子人为什么能理直气壮成这样了，因为他们全家压根就是同一种脑回路。我笑了笑，重新坐了回去。行啊，既然你也在，那更好。许承泽挑眉：什么更好？我看着他那副不把谁放眼里的样子，语气轻飘飘的：不是说你创业欠了40万吗？把你的公司资料、项目合同、银行流水、借款明细都拿出来，我看看这40万到底是怎么亏出去的。他脸上的笑瞬间僵住了。杜桂芬猛地打断：你一个当嫂子的，凭什么查承泽的账？凭什么？我看着杜桂芬笑得很淡：凭我是你们口中的一家人啊，不是你们亲口说的吗？一家人要共担风险，既然都要我出钱了，我总得知道钱填到哪里去吧？难不成让我闭着眼睛往火坑里跳？许承泽的脸色有点难看，但他很快又恢复了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，往椅子上一靠：嫂子，你这防贼似的，有必要吗？我哥娶的是老婆，不是审计。你也配让我审？我把包往桌上一放，盯着他，我就是想确认一下，你所谓创业到底是开公司了还是开嘴了？这话一出，客厅瞬间安静。许承泽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不客气，脸一下就拉下来了。嫂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很简单，我掰着手指头开始问：公司叫什么？注册没？主营什么业务？客户是谁？欠债是银行贷款、民间借款还是供应商货款？既然是创业，合同呢？流水呢？报表呢？我一连串问下来，许承泽的表情越来越僵，因为他一个都答不上来。杜桂芬急了：婉乔，你问这些干什么？承泽年轻，刚起步，哪有你们上班族那么多规矩？哦，我点点头。所以没合同，没流水，没报表，也没明确业务，就能欠40万，那这创业门槛还真低。许承安终于开口了：婉乔，承泽做的是新媒体项目，前期投入大，见效慢，你不懂很正常。我是不懂，所以才让你们拿资料给我看，你们拿我就学。这话堵得他也没法再说。如果他们真有正经资料，早甩我脸上了，偏偏没人动。我心里已经有了7、8分判断，这个所谓创业债根本不干净，不是项目本身有问题，就是钱压根没花在项目上。许承泽被问烦了，干脆直接翻脸。说到底，不就是不想出钱吗？不想出就直说，装什么为家里负责？我点头，承认得非常痛快。对啊，我就是不想给来路不明的债买单，有问题吗？还有，我打断他，你别一口一个家里，你这40万跟我可没半点关系。我愿意问清楚，已经是给你脸了。许承泽疼得站起来，椅子都被他撞得往后一滑。你看见没？这才刚进门，他就骑到咱们头上来了，以后这个家还了得？杜桂芬也站了起来，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。我真是命苦啊，辛辛苦苦把儿子拉扯大，给他娶个媳妇，结果娶回来个祖宗，家里有点难处不说帮忙，还非要追着问个没完，生怕自己吃一点亏。我差点给他鼓掌，演得真好。如果我今天是第一次见他，说不定还真信了。可惜他上午那副明算我钱，暗算我爸妈的嘴脸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妈，你也别哭。我冷冷看着他，我吃不吃亏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到底有没有拿我当傻子？许承安皱着眉，语气也沉了些。婉乔，差不多行了，咱们是过日子，不是审犯人。是啊，我看着他过日子，最基本的不就是坦诚吗？你们开口就让我背40万，还嫌我问得多，那不如这样，你现在告诉我，这40万里每一笔都花在哪儿了？你说清楚，我一个字都不多问。许承安眼神闪了闪，那一瞬间我心彻底凉了。他知道，他一定知道，他只是不说。我忽然觉得好笑。婚前他陪我见我爸妈的时候，一口一个我会对婉乔负责，我爸还夸他看着稳重，说我总算遇到个靠谱的。结果呢，靠谱个屁，就是个包着老实皮的算盘精。见气氛彻底僵住，杜桂芬开始改打法。
他不闹了，反而软了语气。婉乔，妈知道你心里不舒服，可日子不是这么过的，夫妻之间太计较，过不好。承安是长子，帮衬弟弟本来就应该，你既然嫁给他，就该站在他这边。那如果我站在我爸妈那边呢？他脸色一变，你总提娘家干什么？你现在最该顾的是婆家。我笑了，说白了，就是你们家的责任，我得担，我原生家庭的一切，我得切。你们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。许承泽听得不耐烦，直接来了句：嫂子，你要实在不想过，可早点说，别一边占着我哥老婆的位置，一边把自己当外人。这话一出，我都被气乐了。占着他哥老婆的位置，合着我不是娶进来的，我是占位来的。行，我点了点头。既然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那我也把话摆明，资料不给我看，这40万我一分不认。工资卡、存款、车，你们也一个都别惦记。杜桂芬的脸彻底沉到底。林婉乔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许家离了你不行？不，我拎起包站起身，是我突然发现，我好像也没必要非在你们许家扶贫。我说完就往卧室走，许承安追了上来，压低声音：你能不能别把事情闹大？我回头看他，是我闹大的吗？他张了张嘴，没说话。我继续道：你如果真想让我冷静，那就去把你弟弟那40万的明细拿出来，别跟我谈感情，先谈事实。说完，我直接把卧室门关上。门关上的瞬间，我听见外面传来许承泽不屑的声音：哥，他这就是仗着自己赚得多，拿乔呢，女人不能惯，惯出毛病来更麻烦。杜桂芬也在骂：我早说了，独生女都自私，他爸妈就他一个，不把他当宝贝供着才怪。要我说，工资卡必须拿过来，不然以后更难管。我站在门后，听得清清楚楚。原来在他们眼里，我不是儿媳，是资产，还是得尽快控制的那种。我闭了闭眼，拿出手机，把刚才的对话一条条记下来。然后我点开朋友圈，许承泽的头像上方果然是那种又土又浮的签名。年轻就该拼一次。我点进他的主页，往下翻了几条，眉头慢慢挑了起来。豪车副驾、酒店下午茶、名牌鞋、夜店卡座，还有一张直播间打赏榜截图。我盯着那张截图，放大榜一用户名安成哥哥。我忽然笑了，创业，原来你们家的创业是拿借来的钱在网上装大款。门外，许承安的脚步声停在卧室门口，他敲了敲门，声音压得低低的：婉乔，你先出来，我们再谈谈。我把手机截图保存，淡淡开口：可以，但在谈之前，你先告诉我一件事。门外静了一下，我一字一句问：你弟那40万到底是创业亏的，还是打赏女主播刷煤的？门外安静了2秒，然后许承安的声音明显变了：你胡说什么？我隔着门板，几乎都能想象出他此刻发僵的脸色。我靠在门上，语气却很平：我是不是胡说？你心里没数吗？外面没有立刻回话，恰恰就是这2秒沉默，让我彻底确定了，他知道，不仅知道，恐怕知道的比我现在猜到的更多。我拉开门，许承安站在门口，表情有点绷不住。婉乔，你别上网乱看。承泽平时爱玩一点是真的，但那不代表他没做项目。现在很多年轻人创业，本来就要先包装自己。包装自己？我差点笑了，拿40万去包装一个夜店卡座榜一大哥的人设。你别说得这么难听。难听？我盯着他，我说的再难听，也没你们。我绕过他，直接回到客厅。杜桂芬一看我出来，立刻冷着脸别开眼，显然还等着我低头。许承泽靠在沙发上刷手机，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。我走过去，直接把手机怼到他面前：解释一下吧。他看了一眼，脸色微变。截图上就是他朋友圈里那张直播榜一页面，安成哥哥4个字简直刺眼。杜桂芬不认识这些，凑过来看，这是什么？我好心给他解释：你宝贝小儿子的创业成果，白天说资金紧张，晚上给女主播刷礼物，你们口中的40万，怕不是一大半都砸这儿了吧？你放屁，这就是朋友账号，随便发着玩的。哦，那你把借款明细拿出来，只要你能证明这钱真花在创业上，我立刻给你道歉。凭什么给你看？凭你们想让我出钱。我这句一落，客厅又安静了。杜桂芬这时候终于回过味来了，猛地转头看向许承安：承安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许承安脸色难看，低声道：妈，先别说这个。什么叫先别说这个？我笑了，不如我替他说。你儿子早就知道你小儿子那40万不干净，但还是想把这锅甩到我头上。毕竟我刚进门，脸皮薄，好拿捏，是不是？婉乔，别叫我。我看着他，心里那点最后的失望也散了。你不是愚孝，你是从头到尾都参与了算计。这话像一下捅破了什么。许承安脸色发白，杜桂芬也顾不上装了，急急追问：承安，你说话啊？承泽那钱到底？做项目哪有不亏的？我哥不就是怕你们听不懂，你少在这儿挑拨离间。我笑笑，直接坐下。好啊，既然还是这套说辞，那咱们继续。我拿出手机，开始当着他们的面列问题：第一，项目名称；第二，合作方；第三，支出明细；第四，借款合同；第五，现在账上还剩多少？
今天晚上你们谁给我一项项答清楚，我就当这事还能谈。杜贵芬气得胸口起伏，你这是审我们一家？是啊，我承认的很干脆，毕竟我差点就要替你们还债了，总得让我知道我是在给创业失败兜底，还是在给一个废物刷礼物填坑。你说谁废物？许承泽猛地朝我冲过来，他还没碰到我，许承安就一把拉住了他。够了！这一声，客厅终于静了。许承安喘了口气，像是下了很大决心，转头看着我。万乔，你先回房，我跟你解释。我没动，你就在这儿解释。他张了张嘴，又看了看自己妈和弟，显然有点不敢说。我心里更冷，都到这时候了，他第一反应还是护着他们。怎么不方便？我笑了。承泽根本没正经创业，他借着做项目的名头到处借钱，实际大头都花在了包装朋友圈、讨好女主播、请人吃喝玩乐上。你知道，妈可能也知道一点，只是不愿意承认。现在窟窿太大，堵不上了。你们就想让我这个新媳妇接盘？杜贵芬的脸刷地白了，她猛地看向许承泽。你说话，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许承泽眼神躲了一下，随即就恼羞成怒。是真的又怎么样？我还不是为了把业务做起来。现在谁不需要人脉，不需要应酬？你们懂个屁！我都要鼓掌了。行，他自己承认了。杜贵芬眼前一黑，差点跌坐回沙发。可下一秒，他做出的反应不是骂自己儿子，而是转头看向我。婉乔，就算承泽有不对，那也是我们家内部的事。你一个做嫂子的，没必要逼成这样吧？我愣了一下，然后是真的被气笑了。内部的事？对，他强撑着说，再怎么说，他也是程安的亲弟弟。现在事情已经出了，你就算知道真相又能怎么样？一家人不还是得想办法把窟窿补上？我彻底服了，烂成这样了，他还没想过止损，先想的是继续找我填。我点点头，站起身。行，我懂了。许承安眼皮一跳，你懂什么了？懂你们这一家谁都救不了。我看着他，我本来还想看看你是不是被你妈拖着走，现在不用看了，你自己就是这条船上的人。我转身回卧室，拿上包就往外走。许承安急了，伸手来拉我。你去哪儿？我一把甩开他，找个能讲理的地方待着。你别闹了，事情都已经这样了，你再闹下去对谁都没好处。我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他。对你们没好处，对我未必。说完，我开门就走。电梯门合上的瞬间，我低头看了一眼手机，刚才那段对话录得清清楚楚。我正准备给我妈发消息，手机先响了，来电人周彦恒。我愣了一下，这是我大学师兄，现在做律师，婚礼前给我发过祝福，我一直没来得及回。我接通电话，师兄，刚看到你昨天发的婚礼照片，新婚快乐。不过你这声音怎么不像快乐的样子？我靠在电梯里，忽然笑了一下。师兄，我可能需要先咨询你一个问题。你说。婚后第二天发现婆家联合老公算计我替小叔子背债，这种情况证据怎么留？离婚怎么才能不吃亏？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，随后他很平静地说：先别慌，你现在手里已经有什么证据了？我在楼下便利店坐了半个小时，一边喝冰水降火，一边把这2天发生的事连同录音和那份共债协议照片一起发给了周彦恒。他看得很快，不到10分钟给我回了长长一串信息，核心就3点。第一，婚前欺瞒重大债务情况，如果能证明许承安婚前知情不告知，对我后续离婚和财产争议都很关键。第二，不要轻易转钱，不要签任何文件，不要交工资卡，不要留下自愿承担债务的文字记录。第三，尽量继续固定证据，让他们多说多做。最后他还补了一句，如果对方出现威胁、非法催收、强行拿卡拿钱，第一时间报警，别怕丢脸，脸不是你的，是他们的。我看着那行字，心里一下稳了不少。有人讲法律，果然比跟一屋子神经病讲道理有用。我回了句明白，谢谢师兄。他又发来一句，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整理证据目录，你现在先保护好自己。我盯着保护好自己那4个字，轻轻吐了口气，然后起身回家，不是回许家，是回我爸妈家。我刚进门，我妈就看出不对，他们又干什么了？我把今晚许承泽亲口承认花钱刷礼物的事说了，我妈气得直拍桌子。家伙，我还以为顶多是个败家子，没想到还是个装大款的废物。婆婆知道真相还想让你填，这一家子真是绝了。我爸倒是更关心重点，承安婚前知道多少？肯定知道，而且不是今天才知道。我爸沉着脸点头，那就不只是借钱的事了，是骗婚。这2个字一出来，我也安静了一瞬。骗婚，说重不重，说轻也不轻，但放在我身上确实挺准。婚前他们对弟弟债务只字不提，等我婚礼办完，人进门了才摊牌要我出钱，这不叫骗，叫什么？我妈深吸一口气问我，你现在什么想法？继续留证据。我把周彦恒说的话复述了一遍，他们现在还没急到最疯的时候，越往后越容易露馅。我爸点头，对，现在翻桌虽然痛快，但证据越足，后面你越不吃亏。我妈虽然急，也还是忍住了。那你今晚还回去？我沉默了2秒，回。她眉毛一下竖起来，还回？万一他们来硬的呢？不会这么快，
他现在更怕我真闹大，至少短期内不敢明着来。再说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我晃了晃手机，录音常开，定位共享，必要时直接报警。我爸看了我一眼，忽然说：“要不明天让你表哥接你上下班？”先不用，我摇头。他们现在最想做的是在家里把我拿下，不是外面动手。只要我不软，他们就会先装。果然被我猜中了。我晚上10点回到许家时，屋里安安静静，杜桂芬没骂人，许承泽也不在，许承安一个人坐在客厅，像是专门等我。见我进门，他立刻站起来。你回来了。我铲了一声，换鞋，没多看他。他跟着我走了2步，语气放软。婉乔，今晚的事是我弟不对，我替他跟你道歉。我脚步顿了顿，如果是昨天听见这话，我也许还会心软一瞬，可现在我只觉得可笑。你替他道歉，我转头看他，你是替他道歉，还是替你自己圆场？他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。我知道你生气，但一家人……别跟我提一家人，我直接打断。你现在要么跟我讲真话，要么闭嘴。他抿了抿唇，终于低声开口：承泽确实有些钱没花在正道上，但也不是全都乱花了。他是想做本地生活号，前期花销大，结果没做起来，借款又到期，才想到找我兜底。他没否认，我又问：婚前你知不知道？他眼神闪了一下，这一下足够了。知道，我冷笑。许承安有点急，我不是故意瞒你，我只是觉得等结了婚，咱们慢慢一起想办法，这事总能过去。你觉得我都想给他一巴掌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愿意替你弟这种烂人埋单？他语塞，我盯着他，一字一句。许承安，我最后问你一遍，婚前你是不是就打算好了，要用我的钱补你弟的窟窿？他沉默，沉默就是答案。我心里那点残余彻底死透了。我转身往卧室走，他急忙跟进来。婉乔，你别总把人想得那么坏，我们也没逼你，只是在跟你商量。没逼我，我停下脚步，转头看他。协议不是逼，惦记我存款、工资卡，这不是逼，明知道债务有问题。你们一家子是不是对逼这个字有什么误解？他被我问得脸色发白，半天才挤出一句：那你想怎么样？我看着他，忽然笑了。这话问得好，你不是最会算账吗？那你先算算，骗婚加诱导背债得值多少钱？他整个人一僵。就在这时，外面忽然传来砰砰砰的砸门声，又急又重，像是要把门板拍裂。杜桂芬的声音跟着响起来，慌得都变了调。承安，承安，快出来！许承安脸色一变，立刻冲了出去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也跟了出去。门一开，外面站着3个男人，个头都不低，黑衣黑裤，脸色凶得很。为首那个张口就喊：许承泽呢？还钱！那3个人往门口一站，压迫感确实挺足。如果我真是个没见过世的新媳妇，这会儿8成已经吓白脸了。可我第一眼看到的不是他们凶，是他们假。尤其最左边那个黑 T 恤还没拆商标线，袖口都卷得不利索，怎么看都像临时从某个工地拉来的群演。偏偏杜桂芬演得特别投入，她一把抓住门框，声音发抖：你们怎么又来了？不是说好了宽限几天吗？为首男人一脸横向：宽限？我们宽限了多少次了？今天再不还钱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。许承安下意识挡在前面，压低声音问：你们怎么找到家里来了？那男人瞪他一眼：欠债还钱，找你家怎么了？你弟借的钱，你们一家都别想跑。说完，他目光一转，落到我身上：你就是他嫂子吧？听说你有钱，今天这事你要是不管，我们可就真砸了。哦，说辞都给我安排好了。我站在原地，忽然就有点想笑，这就是他们想到的办法，用几个假债主上门恐吓，让我害怕，然后赶紧掏钱保平安。杜桂芬果然立刻接戏，她扭头看我，眼眶都红了。婉乔，你看见了吧？妈不是逼你，是真没办法。你先拿点钱出来，把他们打发走，剩下的咱们以后再说。许承安也顺势劝我：婉乔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，先把眼前的事解决了，行吗？我看着这母子俩，一时竟不知道该先骂谁，演得不算高明，但够恶心。我抬脚慢慢走到那3个男人面前，为首那个愣了一下，大概没想到我会主动过来。你想干什么？我看着他，语气很平。你刚才说不还钱就砸。他估计是第一次演这种戏，有点接不上，只能硬着头皮点头。对。砸哪儿？什么？我问你，砸哪儿？还是先砸卧室？他彻底愣住了，后面2个人也面面相觑，显然剧本里没有这段。我笑了笑，转身去阳台工具柜里翻出一把榔头，走回来直接塞进他手里。来，别客气，你们不是讨债吗？砸啊！那男人像被烫到一样，差点把榔头扔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我看着他，我支持你们依法追债，反正这房子又不是我的，你砸了我也不心疼。哦，对了，我爸那边还有60万贷款等着我老公一起还呢，正愁家里怎么分配资金。你们今天要是砸得狠一点，说不定还能帮我早点下决心。这话一出，客厅空气都僵了，杜桂芬脸都青了。她大概怎么都没想到，我不仅不怕，还反过来拱火。
那男人握着榔头，站也不是，砸也不是，只能一个劲拿余光瞟许承安。许承安脸色很难看，低声道：“你先把东西放下。”我笑眯眯接话：“对啊，别光拿着不动，来都来了，眼不识，讨债总得有点职业精神吧？”婉乔，你别胡说八道。我没理他，掏出手机直接拨了110。这回3个人明显慌了，你报警干什么？我冲他扬了扬手机。你们上门暴力讨债，还威胁砸门砸家，我不报警，难道还给你们发锦旗？杜桂芬急了，扑过来想按我手机。别报，别报，都是一家人的事，报警干什么？我一把躲开，声音陡然拔高：谁跟他们一家人？他们讨的是你儿子的债，威胁的是我的人身安全，我当然报警。这下3个男人彻底乱了，最右边那个甚至小声说了句：“不是说就吓唬吓唬吗？”虽然声音小，但我还是听见了。我勾了勾唇，果然，我直接把手机镜头对准他们。来，再说一遍，谁让你们来吓唬我的？为首那个急忙瞪了同伴一眼，然后冲我强称气势：“你少套话，反正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”对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那就拿借条、转账记录、债权证明，拿不出来，你们就是非法催收。说着，我电话已经接通了。喂，110吗？有人上门威胁恐吓，自称讨债，但拒绝出示任何合法凭证。我一句句说得清清楚楚，那3个人肉眼可见的慌了。为首那个终于绷不住了，往后退了一步。算了，今天先这样，明天再说。别走啊！我笑着拦住他们。不是要砸吗？不是要钱吗？警察马上到了，你们当面说清楚多好。3人一听警察2个字，转身就想跑。慌乱中，最左边那个手机突然响了，铃声大得离谱。他手忙脚乱去按，屏幕却正好亮在我眼前。来电备注：大姐。我眯了眯眼。大姐，许家那位大姑姐许静。果然，场面是全家一块搭的。那男人见我看到了，脸都白了，赶紧挂断电话，扭头就跑。另外2个也跟着窜了。3个人下楼的速度快得像后头有狗撵。门口一下安静下来，我收起手机，慢慢转头看向许承安。你解释一下。他嘴唇动了动，半天没说出话。杜桂芬先破防了。你把他们都逼走了，这下好了，万一他们真翻脸怎么办？是啊，所以我更得报警备案了，省得下次他们再来，你们一家说不清。不能报。为什么不能？我盯着他，除非你知道他们是假的。他脸上的血色一下褪光。许承安终于低声开口：婉乔，这事你能不能先别闹到警察那边去？我闹？我都气笑了。许承安，你们找人上门吓我，现在你说我闹？他还想说什么，我已经懒得听了。我直接转身回房，把刚才那段偷拍视频、录音以及来电备注的截图全发给了周彦恒。不到1分钟，他回了我一句：证据很有用，继续保留。另外，注意你大姑姐这条线可能还有后招。我盯着后招2个字，刚皱起眉，客厅外面就传来了杜桂芬压低却急促的声音：快给你姐打电话，让她把群里的消息先发出去，别等婉乔先说。我冷笑了一声：行，这是准备抢舆论了。我猜的没错。第2天一早，我刚起床就发现手机炸了，家族群、同学群、几个邻居群，甚至连婚礼当天拉的亲友感谢群，都有人在暗搓搓问我：婉乔，你是不是跟婆家闹矛盾了？听说你嫌小叔子落难不肯帮忙，刚结婚就要逼你老公去替你爸妈还债，这是真的假的？我一边刷牙一边看得想笑，这传播速度不去做营销真是屈才了。不用问，肯定是许静动的手。大姑姐这种角色昨天就暴露的差不多了，表面和稀泥，实则全程替他妈探路，套话洗地。我刚洗漱完，我妈电话就打来了，一接通，她那边先炸：你婆家是不是有病？刚才你小姨给我发截图，说许家那边已经在亲戚堆里说你自私刻薄，逼老公帮娘家还债，还说你昨晚把债主都招到家里了，什么玩意儿？我坐在床边，语气倒挺稳：正常，他们昨晚戏演砸了，当然得先占话语权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去群里骂死他们。先别，我说骂没用，让子弹飞一会儿。我妈顿了顿：你是不是又留东西了？嘘，我打开文件夹，看着那一排录音和视频，够他们喝一壶的。挂完电话，我没急着发，我先翻了翻消息源头，果然最早一条来自许静发给某位姨妈的语音，大意就是我弟媳刚结婚就特别强势，家里有点难处，她不但不帮，还反过来逼承安替他爸妈承担贷款。昨天债主上门，他还故意报警威胁，把一家人脸都丢光了，我妈都快被他气病了。则避重就轻，颠倒黑白，挑最能带节奏的话说。行，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。我先把那份家庭共债分担协议照片、昨晚假债主偷拍视频以及杜桂芬你都嫁出来了，娘家的事哪能总往小家里带的录音，整理成9宫格和3段音频，然后一股脑发进了昨天他们最先造谣的那个许林2家亲友群，并附言：既然都在讨论，
那我也把事实说清楚。婚礼第2天，婆家拿出协议，要求我拿婚前存款、婚后工资和陪嫁车替小叔子承担40万债务。我提出，既然是一家人共担责任，那我爸妈为我备婚产生的贷款，丈夫是否也应共同承担？昨晚又有3名所谓债主上门威胁，无法出示任何合法债权证明。其中1人来电备注为大姐，我不接受颠倒黑白，以后谁再造谣，我就继续放完整版。发完以后，我把手机一扔，去厨房给自己热牛奶。2分钟后，群炸了，先沉默了10几秒。然后消息一条接一条往外蹦啊！还有这种协议，让新媳妇替小叔子还债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许家不是说就借一点周转吗？怎么连工资卡都要交？昨晚那3个真是找人演的。有人还把我发的录音重新点开听了2遍。杜桂芬那句“你都嫁出来了，娘家的事哪能总往小家里带”，杀伤力实在太大，因为他前面还口口声声说一家人，双标一摆出来，谁都不是傻子。没过多久，许静跳出来了：“婉乔，你有必要把事情发群里吗？都是一家人，私下不能解决，你这样让爸妈以后怎么见人？”我一看他发言就笑了，他最擅长的就是永远不回答核心问题，只抓你怎么能说出来。我直接回他：“是你现在私下到处传播，说我逼老公替我爸妈还债，你能说我为什么不能澄清？另外，昨天3位债主里有个人来电备注是大姐，大姑姐，你要不要先解释一下？”群里瞬间安静，这种安静最有意思，说明大家都在看。许静半天没回，又过了几分钟，杜桂芬直接给我打电话，我想都没想接了开免提，她在那头先哭了起来：“婉乔，你怎么能这样啊？一家人的脸都让你丢尽了，你是不是非要把我逼死才甘心？”如果是以前，我可能还会烦，现在我只觉得好笑。妈，你要真不想丢脸，昨天就别让我替你小儿子背债。还有，找人上门演讨债，你不嫌丢脸，我还嫌恶心。他哭声一顿，随即拔高：“谁演了？你别血口喷人。”那你报警吧，我淡淡道。正好我把完整版视频交给警察，顺便查查你女儿昨天联系了谁。这句话一出，他彻底噎住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压低声音，带着点咬牙切齿的味道：“你到底想怎么样？”很简单，第一，别再往我身上泼脏水；第二，把你们家这笔烂账摊清楚；第三，别再惦记我的钱。那程安呢？你们日子不过了。他终于扯到重点，我笑了笑：“过不过不取决于我，取决于你们还打算恶心我到哪一步。”挂断电话后，我刚准备出门上班，许承安的信息来了：“婉乔，妈昨晚一夜没睡，你能不能别再刺激她了？我们找个地方聊聊，我保证这次只谈我们俩，不谈承泽。”我盯着那句不谈承泽，差点笑出声。事到如今，他还觉得把弟弟摘出去，这婚就能继续。我回了他一句：“好啊，今晚回门宴上聊，正好两边长辈都在，把一家人的账一次说清楚。”消息发出去没多久，他回了个好。我把手机收进包里，心情反倒轻松了些。回门宴本来只是走个流程，现在看来倒成了个很好的公开处刑现场。我刚锁上门，周彦恒的信息又弹了出来：“群里那些内容我看到了，节奏你控得不错，不过对方已经急了，今晚小心点，越到公开场合，他们越可能孤注一掷。”我低头看着那句孤注一掷，忽然就有点期待。挺好，我也正想看看这家人还能不要脸到什么程度。回门这天，我爸妈把场地定在家里，不是因为省钱，是因为方便控场。我妈一大早就跟我说，外头人多眼杂，万一他们又演，我们不一定能压住。家里好，谁说了什么，谁做了什么都跑不了。我深以为然，所以中午11点，许家人上门的时候，客厅里已经坐了我爸妈、我小姨、二舅还有我2个堂哥，人不算太多，但够用。最关键的是，个个都不是好糊弄的。许家那边来了4个，杜桂芬、许承安、许静还有许承泽，很好，一个没少。杜桂芬手里拎了盒超市07牛奶，进门还硬挤出一脸笑。哎呀，都是一家人，回门就是个心意，我们也没准备什么。我妈扫了一眼那盒牛奶，笑得比她还假。没事，反正你们家心意值不值钱，我们也不是今天才知道。杜桂芬脸上的笑一僵，我差点乐出声，还是我妈猛。许承安轻咳一声，试图缓和气氛。阿姨、叔叔，今天咱们就是好好聊聊，别伤和气。我爸端着茶杯慢悠悠地替了一声，聊可以，说人话就行。落座后，场面一开始居然还挺平静。杜桂芬装模作样问候了几句我爸妈身体，小姨和二舅也阴阳怪气地应了几句，但谁都知道这顿饭不可能真是吃饭。果然，菜还没上齐，杜桂芬就率先切入正题。她先叹气，再抹眼角，最后一脸委屈地看向我爸妈。亲家，不是我当婆婆的爱计较，实在是婉乔这孩子脾气太急，家里有点难处，我们不过是商量着让小两口一起想办法。他倒好，录音发群，闹得谁都知道。你们说说，这日子还怎么过？我低头夹菜，没说话。我知道他还没开始真正发力。果然，我妈还没回，他就继续了。再说了，婉乔也不是没提条件，他让程安帮着还你们家的贷款，我们家也没说不管，只是这事总得一步步来吧。承泽那边债主逼得急，
能不能先紧着眼前？来了，熟悉的话术，把他们主动算计我，说成双方互提条件，把我反击的对等承担，说成我也在逼人。我正准备开口，我爸先把茶杯放下了。既然你都说到这儿了，那咱们就摊开谈。他说完，从茶几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袋，啪一声放桌上。这是我给程安准备的。许承安一愣，杜桂芬眼皮也跳了一下。我太熟了，这就是我爸那副我要开始讲理了，但你们最好别逼我讲得太细的表情。他从文件袋里抽出那份婚后家庭责任共担说明，一页页展开。我们家说结了婚就是一家人，一家人就得互相扶持，这个道理我们认。所以我和婉乔他妈商量了一下，既然程安都愿意替弟弟分担，那也该把我们这边的压力一并算进去。我妈立刻接上，对啊，你们不是总说程安以后就是我们半个儿子吗？半个儿子替爸妈还点债，不应该吗？许承安脸都绿了，杜桂芬更是差点拍桌。这怎么能一样？哪儿不一样？我小姨最会补刀，当场问你家小儿子欠债，让我外甥女扛，就是一家人。我姐夫姐为闺女结婚借了点款，让你儿子扛，就不一样了。你们许家的理怎么跟人家都不太一样呢？要我说，干脆都签了吧。你们家40万，我们家60万，加一起100来万，一起奋斗，多团结。许承泽坐不住了，先黑着脸开口：我说你们至于吗？不就是一点小事，非得闹这么大？我抬眼看他，一点小事，那你自己还啊。他被我噎得一滞，嘴硬道：我又不是不还，我只是现在手头紧。我堂哥吃了一声，手头紧还穿限量球鞋，开租来的豪车拍朋友圈，你这紧挺费钱啊。这话一出来，许承泽脸色骤变，显然他没想到我们连这个都知道。杜桂芬立刻尖声道：你们查我儿子？查？我笑了。公开发朋友圈的钱装大款，写脸上了。场面彻底僵了。许进见不对，赶紧出来打圆场，大家都冷静一点。今天是回门，咱们别老围着钱。承泽年轻不懂事，做错了可以慢慢改，可小两口的日子不能就这么毁了吧？他说着说着，居然还红了眼眶。婉乔，你也体谅体谅程安，他夹在中间最难做。我差点听笑了。难做？我看向许承安，你觉得自己难做吗？他坐在那里，脸色难看，半天才开口：我只是希望大家都退一步。退哪一步？我追问，是我退，拿钱填你地窟窿，还是我爸妈退，认下你们家泼过来的脏水，还是我继续退，假装你婚前期满，婚后设套都没发生过？每问一句，他脸色就白一分。我爸在旁边淡淡补了一句：程安，你是个成年人，别总一副自己最委屈的样子。局面不是婉乔搞成这样的，是你们家自己做出来的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忽然响了。我妈皱眉：哎呀！我起身去开门，门一打开，我愣了一下。站在门外的是个年轻女孩，妆有点花，脸色也不太好，但穿得挺精致。她看见我，先问了一句：请问许承泽在吗？我眯了眯眼。你是？她捏紧包带，声音发冷：我是他女朋友。我听说他家里今天要谈那40万的事，正好我也想知道他到底是创业失败，还是拿我的钱和别人的钱一起去给主播当榜一。我侧过身笑了：来得正好，请进。那女孩一进门，客厅里所有人都愣了，尤其许承泽，他刚才还一脸不耐烦，这会儿脸色直接变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女孩看着他，冷笑一声：我不能来，你不是一直跟我说你家里支持你创业，最近只是资金周转困难，所以想让我帮你过一下账吗？结果我刚跟你分手，就听说你家里到处说你是创业失败，还想拉你嫂子背债，我当然得来看看你到底还有多少真话没说。我抱着胳膊站到一旁，心情前所未有地好。有些戏果然还是得当事人自己接才最响。杜桂芬最先反应过来，强挤出一个笑：姑娘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承泽最近确实是在忙事业，年轻人嘛，路上有点坎坷也正常。女孩听完，直接从包里掏出一叠打印纸，摔在茶几上。正常，正常人会一边跟我说项目缺钱，让我拿20万帮他垫设备款，一边在平台给女主播刷礼物，1个月刷掉7万8。正常人会拿着我给的银行卡副卡去酒店、夜店、奢侈品店消费。正常人会在网上装老板，骗别人说自己有公司、有资源、有路子。一连3个正常人把客厅里砸得死寂。我走过去，随手翻了翻那叠纸，打印的是消费明细、转账记录，还有几张直播平台账单截图。其中一页上清清楚楚写着账号昵称安成哥哥，12万8600元。我把那页抽出来，举了举，来给大家欣赏一下创业成果。许承安下意识想来拿，我一抬手躲开了。着什么急？不是要说清楚吗？许承泽脸都涨红了，急吼吼冲女孩吼：你有病吧？谁让你来我家的？女孩也不惯着他：我有病，我再有病也没你骗钱骗感情有病。你跟我在一起时说等项目起来就订婚，结果转头就拿我钱去哄别的女人，你还真是把不要脸发挥到极致了。许承泽气得就要往前冲，我堂哥立刻站起来往他面前一横：你动一个试试。许承泽脚步一顿，到底没敢再动。杜桂芬看着那些账单，脸色一阵红一阵白，终于开始骂自己儿子：
你个败家玩意儿，你真拿这么多钱去胡来？许承泽被当众揭穿，也破罐子破摔了。那又怎么样？不包装自己，谁信我有实力？不请客，不打点，不刷点热度，谁跟我合作？你们一个个懂什么？我都快听乐了。废物最擅长的就是把挥霍包装成投资。我把那叠纸往茶几上一拍，转头看许承安。现在你还要继续说他是创业失败吗？许承安嘴唇动了动，没出声。他不是不想说，是现在说什么都像笑话。我继续追问，婚前你知不知道他拿钱乱花？知道一点。知道一点。我冷笑，你婚前就知道你弟欠的不是正经创业债，但你还是瞒着我，等我婚礼办完再让我拿钱填坑，对吧？他没法否认了，因为这屋里的人都听着。我爸脸色彻底沉了。承安，许静见势头不对，又想出来圆，叔叔，事情也没你说的那么严重，承安可能就是心疼弟弟，一时糊涂，你可别替他说好话了。你昨晚联系人假装债主上门，不也是一时糊涂？许静脸刷得白了，什么假债主？你们别乱说，乱说！我把昨晚的视频打开，投到电视上，来电备注大姐，不是你，你们演的倒挺像，可惜演员业务不熟。视频一放出来，全屋静得真落可闻，那3个男人拿着榔头进退两难的样子，简直像场低配喜剧。最搞笑的是，许承安和杜桂芬在旁边配合的也不怎么样，怎么看都透着一股急功近利的蠢。堂哥没忍住，直接笑出了声。我还以为多大阵仗，合着是家庭版沉浸式讨债，我也没忍住笑了一下。可许家人笑不出来，尤其杜桂芬。他昨晚还能死不承认，今天当着这么多人，视频都摆出来了，再嘴硬也没用。他眼见瞒不住，突然疯了一样朝我扑过来。你把视频关了，关了。我往后一退，他扑了个空。我妈疼一下站起来，你敢碰我闺女一下试试？杜桂芬扑不到我，转头就去抢茶几上的那些消费单。女孩眼疾手快，直接把东西抱回怀里。抢什么？怕大家看清你儿子有多烂？你闭嘴！他气疯了。要不是你这种不三不四的女人勾着他，他能变成这样吗？这话一出，别说那女孩，连我都气笑了，真是绝了。儿子废成这样是外面女人的错，算计儿媳妇背债是儿媳妇不懂事，这一家子永远不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。许承泽这时也急了，猛地冲过来想抢我手机。删了，我删了。他手刚伸过来，我抬手就是一巴掌，啪的一声，脆得很。屋里一静，我甩了甩手腕，笑得很淡。再碰我手机一下，我让你今天更难看。他被打懵了，眼神都直了。下一秒，公公忽然从门外冲了进来，他估计是刚下班被叫回来的，脸色铁青，一进门就看见满屋子人和一桌子账单。这是在干什么？没人接话。他目光一扫，最后落在我身上，厉声喝道：“你又在闹什么？刚嫁进门就搅得家宅不宁，你还有没有点规矩？”哦，终于来个更老的了。我刚想回嘴，杜桂芬已经哭喊着扑过去：“老许啊，你可算回来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啊！”公公一听更来火了，抄起旁边一把折叠椅就往前冲。今天我非得教教你怎么做人。我爸脸色骤变，我妈也要上前，可我比他们更快，我直接后退一步，抬高声音冲着门外大喊：“救命啊！公公要打儿媳妇了，有人要家暴，谁帮我报个警？”我这一嗓子几乎是吼出去的。我们家小区本来就老，楼道回音大。我这一喊，左邻右舍的门咔嗒咔嗒开了好几扇。最先冲出来的是对门的王阿姨，手里还拿着锅铲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立刻往门口退，声音更大。王阿姨，麻烦帮我报警，我公公拿椅子要打我。这下楼道里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，有探头的，有拿手机拍的，还有人已经开始小声议论：这不是昨天刚回门那家吗？哎呦，怎么连公公都上手了？这一家也太能闹了吧！公公原本一肚子火，看到门外的人，动作也僵了一下。但他显然是个要脸面又拉不下的人，非但没收手，还冲我吼：“你给我滚回来！家里的事你往外嚷什么？”我站在门口，寸步不让。家里的事，你都要拿椅子打人了，还叫家里的事？我今天要不喊，等着你们关起门来收拾我吗？杜桂芬也追出来，脸色狰狞：“你少装可怜，谁打你了？你不是好好站着吗？那你试试，让他把椅子放下。”他一噎，旁边看热闹的人却都看见了，那把折叠椅还真在公公手里攥着。王阿姨最爱主持正义，立刻皱着眉开口：“老许，不管怎么说，你一个长辈拿椅子吓唬小辈像什么样？有话不能好好说。”公公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他把我们家闹成这样，我还不能说两句了。王阿姨身后又挤进来一个邻居，说两句可以，动手不行。现在法治社会，打人犯法的。我心里都快给这群热心邻居鼓掌了。有时候对付这种最怕丢脸的人，就得把脸皮撕到人前。许承安终于也跟了出来，他估计是真怕事情再闹大，赶紧来拉我。婉乔，你先别喊了，我们回屋说。回什么屋？我甩开他，回屋让你爸继续抡椅子，还是让你妈继续骂我？你们一家当我傻呢？许静也急忙跑出来装好人：“弟妹，你冷静点，爸就是一时上头，没真想打你。”我直接笑了：“那行啊，你现在站过去，让他照你来一把椅子，我就信他没真想打。”这话一出，许静不吭声了。典型的刀子不到自己身上，永远最会劝人大度。楼道口已经有人真打了110，没多久，警察就来了。2个民警上楼，一看这阵仗，先让围观群众散开，然后把2家人都带回屋里。
我刚坐下，其中一个年轻点的民警就问我谁报的警，什么情况。我先把前因后果简略说了一遍，重点强调公共抄椅子，婆家之前诱导我承担债务，昨晚还有疑似假债主上门恐吓。民警听得眉头直皱，有证据吗？有。我把录音、视频、截图全拿了出来。周彦恒之前让我按时间线整理，我还真整理了。现在一递上去，清清楚楚。民警越看脸色越严肃，另一个年长些的民警则看向许家人，这些都属实。杜桂芬一看警察拿着视频，语气立刻软了。警察同志，家庭矛盾都是家庭矛盾，我们没真要打他，都是一时着急。家庭矛盾就能拿椅子吓人，家庭矛盾就能找人上门恐吓，你们做长辈的差不多得了。公公梗着脖子还想嘴硬，我没打着他，我都快笑了。那照你意思，刀子捅过来但没捅中，也不算动手。那民警都被我这话噎得看了我一眼，但没反驳，因为有理。许承安坐在旁边，脸色灰败得厉害。这事发展到现在，他已经彻底控不住了。就在这时，门又响了，我一回头愣了下，周彦恒到了。他穿着简单的白衬衫和西裤，手里还拿着公文包气质，跟着屋里一地鸡毛，格格不入。他冲我点了下头，然后对民警出示了律师证。我是林婉乔的法律顾问，刚接到他电话，过来协助说明情况。说实话，我刚才太乱，都忘了他什么时候说要过来。但他这时候出现，简直像开了个外挂。许家几个人的脸色瞬间更精彩了。周彦恒落座后，先看了我一眼，没事吧？没挨着。他点点头，随即语气平静地对民警道：从现有证据看，对方存在几个问题。第一，婚前故意隐瞒重大家庭债务及债务性质；第二，婚后诱导我方当事人以个人财产承担非本人债务；第三，存在疑似组织虚假催收、恐吓施压行为；第四，今天有明确的人身威胁动作。我方后续会考虑走离婚、财产清算及其他维权程序。他说的不快，但每一句都很轻，轻到许家人脸都白了。杜桂芬最先慌，什么顾问，什么程序，我们就是家里拌几句嘴，用得着这么上纲上线吗？上纲上线的是你们。婚礼第二天让新媳妇背小叔子40万烂账，还想控制工资卡、婚前存款和陪嫁车，已经不是普通拌嘴了。我差点想给他递杯水，舒服，太舒服了。跟这种人就得有人用他们听不懂又害怕的语言收拾。民警也点头了，既然矛盾已经这么大，你们双方先冷静，尤其是你们许家，别再搞什么催债恐吓、动手吓人那一套。再有一次，性质就不一样了。话已经说到这份上，许家人哪还敢再硬来？可他们不甘心，尤其许承安。等警察和围观邻居都散得差不多了，他忽然找到我，声音很低：婉乔，我们单独谈谈。我看着他，谈什么？他眼圈有点红，像是真被逼到了绝处。我承认这次是我错了，你别走程序，也别离婚，我可以跟我爸妈分开住，以后不管承责了，咱们重新开始，行不行？我看着他那张脸，心里却一点波动都没有，因为我很清楚，他现在不是觉得错了，他只是怕了，怕丢脸，怕麻烦，怕继续闹下去自己什么都捞不着。我还没开口，周彦恒从我身后走了过来。林婉乔，整理好的证据目录我发你邮箱了，如果你决定起诉，我明天就能帮你走程序。我接过手机，点了点头。好。许承安站在原地，脸色一点点白下去，他大概终于意识到，这次我不是在闹，我是准备真的结束了。警察走后，我也没再留。我爸妈怕我继续待在那边出事，直接把我带回了家。一路上，我妈嘴就没停过。我真是瞎了眼，之前还觉得承安这小伙子斯文稳当，稳当个屁，蔫坏的才最可怕。我爸开着车，冷着脸补了一句：最可怕的不是他坏，是他觉得自己没错。这话太准了。回到家后，我洗了把脸，坐到电脑前，把这几天的支出、转账、装修家电发票、婚礼店付款统统整理了一遍。周彦恒在微信上给我发了模板，我照着列，越列越清醒。原来婚姻这东西一旦撕开那层感情的皮，下面全是账，而他们许家最擅长的就是一边拿感情压我，一边跟我算最精的账。那我为什么不能也跟他们算？我正录入家电清单，许承安电话打来了，我盯着屏幕看了2秒，接了，那头沉默了几秒才开口：婉乔，你真准备离婚？你觉得呢？我知道这次事情闹大了，可咱们也没到非离不可的地步吧？我爸妈年纪大，想法老一点，做事偏一点，不代表我们不能过。我听笑了。你爸妈年纪大，所以可以拿我婚前存款给你弟填坑，可以找人上门吓我，可以抄椅子要打我。许承安，你是不是觉得老人这2个字是万能护身符？他有点急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希望你别把事情做绝。做绝？我打断他，你婚前瞒债，婚后设套，逼我拿钱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给我留余地？那头没声了。我继续说，你现在跟我谈别做绝，无非是因为你发现我不会再吃亏。要是今天我没留证据，没报警，没律师，是不是就该老老实实签字认债？不会，我不会真让你吃那么大亏。我都懒得反驳了，因为这话本身就很好笑。那我问你，我语气很平，如果我今天没翻脸，你们是不是已经准备让我先拿20万出来了？他沉默。
如果我昨天被假债主吓住了，你是不是会顺势让我交工资卡？他还是沉默。如果今天回门宴上没有人拆穿你弟，你是不是还打算继续用一家人和以后慢慢过来压我？这一次，他终于低声说了句：“我只是想先把窟窿堵上。”对，我冷笑，堵你们家的窟窿，用我的钱，我懂。他彻底没话了，我也不想废话，直接说重点。离婚可以谈，但在那之前，账得先算清。什么账？我把电脑屏幕上的表格往后翻了一页。婚礼前后，我个人直接支付和垫付的部分一共17万6，包括你们婚房的家电、部分软装、婚礼跟拍补款、喜糖尾款，还有你妈临时加的酒席差价。这些钱除了明确写明是我自愿赠与的，其余你们都得给我补回来。你疯了吧？婚房都住了，婚礼也办了，你现在跟我算这个？你不也最爱算吗？我笑了，那咱们就都算清楚。对了，还有我陪嫁带过去的那台洗衣机和投影，你们最好给我原样放着，少一样我继续加账。他气得呼吸都重了。婉乔，你至于吗？事情都这样了，非得撕得这么难看？至于我靠在椅背上，声音冷了下来，因为我要是现在还不算，以后你们只会觉得我好欺负。挂断电话后没多久，杜桂芬的电话也打了进来，她一开口就开骂：1分钱没有，你还好意思跟我们算装修和家电？你嫁到我们家，你人都是我们家的，那些东西当然也是我们家的。我真是被他气笑了。你这话敢当着警察再说一遍吗？他一噎，又开始撒泼。我告诉你，你离了婚也没人要，才结婚几天就闹离婚，谁不知道你脾气差，心肠毒，到时候看谁敢娶你。我听完笑了。那不劳你操心，你现在最该操心的是我什么时候去拉我买的家电，什么时候去砸我出的钱装的东西。他嗓门一下拔高。你敢？我当然敢，我轻飘飘到发票都在我手里，砸我自己的东西，警察都管不着。你要不信，咱们试试。说完我直接挂了。我妈在旁边听了半天，气得脸都红了。还敢咒你？我看他们是真不知道疼。我关掉手机，活动了下手腕。那就让他们疼一次。我妈一愣。你想干嘛？我点开家族群，发了条消息：明天下午有空的哥哥弟弟来一下，我去许家搬我的东西，顺便拆我自己出钱装的家，谁闲着陪我一趟。消息发出去不到1分钟，群里就热闹了。我来，俺也去。几点？我带工具，要不要再开个面包车？我看着一排回复，终于笑了。许家一直以为我是独生女，好拿捏，娘家没兄弟撑腰。可惜他们算漏了一件事，我虽然没亲兄弟，但我有一群从小把我当保护着的堂哥表弟。第二天下午，许家门口站了整整一排人，我拎着发票站在最前面，抬手敲了敲门。开门，我来拿我的东西了。门一开，杜桂芬看见外头乌泱泱一片人，差点直接晕过去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我冲他晃了晃手里的发票。别紧张，合法维权。许承安也从屋里冲出来，脸色铁青。婉乔，你非得把事情闹成这样吗？不是我非得，我看着他，是你们一家非得觉得我好欺负。说完，我一摆手，搬。我几个堂哥表弟立刻行动起来，投影、洗衣机、小家电，我婚前买来放进婚房的空气净化器、咖啡机、地毯、床头灯，凡是发票在我手里的，一样一样往外搬。杜桂芬疯了一样扑上来拦：这是我们家的，你不许动。我堂哥往前一站，他立刻不敢硬冲了，只能扯着嗓子哭骂：没天理啊！娶了个媳妇跟娶了个强盗一样啊！我笑了笑：强盗？你先把那份让我背40万债的协议拿出来，咱们看看谁更像强盗。许承安被堵得脸色发青，我带来的装修师傅也到了。对，师傅，我昨天就联系好了。林小姐，哪些拆？我抬手一指：我出钱做的定制柜、投影幕布、软装墙板，能拆的拆，不能拆的砸。杜桂芬一听，差点扑过来撕我。你疯了？你真敢砸？我有什么不敢？我挑眉，钱是我出的，发票在我手里，记录在我账上。你们昨天不是说1分钱都没有吗？那我只好自己止损了。他还想闹，警察就来了。这次不是他们报，是邻居报的。警察一进门，我直接把发票和付款记录递过去。警察同志，我搬和拆的都是我个人出资购买的东西，对方拒不归还，还持续辱骂威胁，所以我请你们做个见证。警察看了一遍，果然也很头疼，但最终还是偏向事实。如果确实是你个人购买的，对方没有合法证据证明已经转移赠与，那你有权主张。不过大家都冷静点，别再升级冲突。我点头，态度好的不行。明白，我们文明拆除。旁边我堂弟差点笑喷，文明拆除这个词用的真好。最后能搬的搬走，能拆的拆了，拆不了的我让师傅直接卸掉关键部件。一通操作下来，许家那套原本装得像模像样的婚房，瞬间只剩个空壳。杜桂芬坐在地上嚎，许承泽缩在一边屁都不敢放。许承安看着我，眼神复杂的厉害，有愤怒，有难堪，也有一点后知后觉的后悔。可惜晚了。3天后我们去办离婚，民政局门口，许承安还不死心。婉乔，你真的想清楚了？
你现在刚结婚就离婚，传出去对你名声也不好。只要你回去跟我爸妈道个歉，把事情平了，咱们还能过。以后承泽的事，我尽量不让你沾，行不行？我听完差点被他逗笑。都到民政局门口了，他居然还觉得自己在给我机会。我转头看着他，笑得很凉。许承安，他一愣，什么？不是你要不要我？我一字一句道，是我不要你了。他脸色瞬间难看。我继续道，还有道歉，你们一家应该跪着跟我道歉都不够，可惜我现在嫌脏，懒得听。说完，我抬脚就进了大厅，手续办得很快，照片一拍，字一签，红本换绿本。出来的时候阳光正好，我整个人都青了。许承安站在台阶下，脸色灰败。你以后别后悔。我停了一下，回头看他。我唯一后悔的是没在婚礼前看穿你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走。这件事到这儿并不算彻底结束，因为许家人太能做。杜桂芬离婚后逢人就哭，说我刻薄、自私、恶毒，刚结婚就拆婆家逼离婚。可惜她之前那些骚操作早在群里和小区传遍了，别人表面安慰她两句，背地里都在骂她活该。更绝的是许承泽那个女朋友后来把他骗钱骗感情，装老板刷主播的事直接捅到了他爸那边。他爸是本地一家公司老板，原本还真有点看中许家这门姻亲的意思，结果一听这家人拿新媳妇填债，儿子烂泥扶不上墙，立刻把关系断得干干净净。听说许承泽后来借的几笔高利息消费贷也爆了，债主真开始上门。这次倒不用演了，许承安呢，因为参与帮弟弟遮掩债务，又在单位里闹出家务风波，被领导敲打了几次，绩效也受了影响。至于我，离婚后先踏踏实实过日子，工作更顺了，心情也更顺了。半年后，我跟着公司项目去外地出差，回来那天，周彦恒请我吃了顿饭。恭喜你，终于彻底从烂摊子里抽身了。我举起杯子，笑着跟他碰了一下。也谢谢你，那几天要不是你一直帮我盯着证据和流程，我还真没这么利索。他看着我，也笑了。是你自己够清醒。那天夜里回家，我路过小区门口，收到一条陌生号码短信。婉乔，我想明白了，以前都是我妈和我弟拖累了我，其实我心里一直有你。如果你现在还单身，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？我盯着那串号码，几乎不用想都知道是谁。许承安。我看了2秒，直接回了一句：少来，我现在过得很好，别再来沾边。想了想，我又加了一句：另外，听说你弟最近真被追债了，这次记得别找新媳妇填坑。发送，拉黑，一气呵成。手机黑屏的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特别轻松。有些婚离了不是失败，是捡回命；而有些人错过不是遗憾，是避雷。